大家好，我是周弟。今天的主题是币场小知识银元的齿边介绍。哇，这次不能说是小知识了，这是没有人公布的大知识。我将会分2集介绍。这是关系到钱币看真假的重要环节。很多人拿放大镜都在钱币齿边上看半天，不是你看着齿边就可以看出什么东西出来。这些专家都在看什么呢？今天独家揭开大家的疑惑。首先说齿边是谁发明的呢？居然是伟大的牛顿所发明的哦。除了地心引力的研究，在1696年，牛顿的晚期人生是在伦敦的皇家造币厂当监管。当时他认为20%的硬币都是伪造的，所以设计了钱币的齿边，直接改写了钱币的发展史。为什么钱币需要齿边呢？多了齿边可以将钱币大小控制在同一个尺寸。在这之前，钱币制作都是半手工打制的，利用上下2面的钱币模具压印而成的。在早期的外国银币可能是用大铁锤直接敲打，直接暴力的将印花打印在钱币的银胚上。后来发明了齿轮后，就开始利用大齿轮与小齿轮，再加上机器的压力，可能是用水力转动或是人力扭转齿轮来印出钱币。钱币在没有齿边的情况下，每一枚钱币随着不同的压力之下，压出的钱币大小厚度都不一样。制币机扭转齿轮力道大一点，钱币就被压得比较薄一点，相对直径就大一点。如果加上齿边膜后，就可以将钱币大小控制在标准的直径范围。齿边还可以防止有心人偷银。早期货币都是计算银价，而不是面值计算。像刚刚说的制币方式，导致货币每一枚有大有小，甚至有的本身制作前的银胚就不是圆形的，通常都是有棱有角的银币。这时在银币上偷银减角是很难察觉的。齿边是钱币的最外圈，有了齿边后，就可以知道钱币是否被剪过。货币造假者也仿冒不出齿边，所以既又防止偷银，也防止假货币的泛滥。此项发明太聪明了，一直沿用至今。几百年后的今天，再看以前的货币，也是看齿边来分真伪。我们手上的现行流通硬币也都有齿边的设计。不过也奇怪了，我们有看过钱币模具的本体，却没有看过齿边模具呢？造币厂为了合理解释，就会说因为齿边模具容易受损，才没有保存下来。但我觉得齿边本来就是一种防伪的重要线索，当然不可能给世人看了。完成铸币任务后需要直接销毁掉。不过齿边膜容易受损，应该也算是。我们从同样的钱币上常常发现不一样的齿边，由此可证明吧。既然没有齿边膜，也没有文献记载，我们只能凭空合理的想象出模具的样子。要学会看齿边，就先要了解齿边如何形成的。钱币的铸造是用上下2个工作模具，加上一个圆形的齿边钢圈，将空白的银胚摆放在齿边模具中间，直接暴力的将上下模具冲压在银胚上，银胚就会往外挤压至齿边膜，整个银胚与齿边膜就形成一体。这时齿边已经形成了，然后再将钱币推出，完整的钱币就铸造完成了。我们看到钱币齿边的凹槽面有着一条一条细细的刷痕，大概就是取出钱币时刷出来的。所以齿边模具就长这个样子吗？应该还需要细调一下。再来我们看齿边的突出面是光滑的，所以证明齿边膜大概是长这个样子的。齿边的突出面也就是齿边膜的凹槽面，它们并未接触到彼此，所以或许模具的凹槽面较深一点。这里是以前旧的影片实验的片段，给大家参考。任何金属受到外力敲撞后都能找到小细痕，大家可以拿起放大镜在手边的任何金属上找找看哦。模具就长这个样子吗？我看未必。目前理论可以直接推翻许多论点，说齿边是用滚边机滚出来的。当然也是有例外的货币，像是苏维埃大头半手工打制的，或是阴阳上的这种齿边。为什么有了齿边还有这种所谓的阴阳边呢？因为齿边发明后，还是会有没水准的人拿锉刀顺着齿边的方向慢慢的锉下很多银粉，慢慢的累积成多，再将银粉溶掉获利。为什么有论点齿边是用滚压式出来的呢？因为在中国老银元上常常会看到齿边上出现重复压印的现象，像是滚过头的感觉，这样子滚出来滚到一个地方滚过头了，
唯一的解释就是齿边膜上面本身就有重复的现象，但不完全都有哦。所以真相只有一个，其实齿边膜才是用齿轮滚出来。好的，给模具加上一些齿轮重复的感觉。OK， 现在我们知道齿边膜是用滚出来的方式制作的。比方这个是齿边膜原有的样貌，然后用这个更小的齿轮在周围压印跑一圈。照道理说，齿轮是圆形的，滚动的过程会形成这样子梯形的感觉。齿轮压下去，滚过去，一定要有空间再出来。细节看齿轮模具应该是这样梯形状的。照道理说，前臂模具上是什么样子，前臂主体就会是一模一样。OK， 我们用放大镜看一下前臂主体的齿边吧，是不是都会有一个斜切面？用另一个角度看它是这个样子的。以下是我用粘土模拟一次，所以齿边模具的细节大概是长这个样子的才对。整个铸币过程放慢速度再讲解一遍吧。银胚被上下模具压印后，银子往外扩展，直到顶到齿边模具钢圈后，这时前臂正反面图案及齿边都形成了。将前臂取出的过程中，造成凹槽处的拉丝线，拉丝线形成的同时，有一些银肉没地方去，就顺着这个方向被拉了出来。意思是前臂与齿边模具哪个方向取出来，都能在齿边上找到痕迹，所以齿边模具正确的样貌是这样子的，没错。银圆齿边的介绍上半部大概就这样子，下半部会有更多证据来印证哦。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帮我按下赞并订阅起我的频道，分享给有需要知道的朋友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